美国军方还有大量的装备采购价格是高得离谱，比如说滨海战斗舰、福特级航母等等。高通胀给美国的国防工业采购带来沉重的打击，花的钱越来越多，能买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而军方还要叫嚣着怎么样的在台海和中国打一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军火要涨价，五角大楼忧心忡忡，其实不如就此放弃霸权主义好了。最近几个月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0年来的新高。美国军方对此非常担心因为物价上涨加上军火商给员工涨薪的压力，最后都会落实到武器装备的价格上。一样的军费，能买到的军火就会越来越少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出现了问题，政府有拿不出有效对策的话，最终肯定会传导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国防工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因为国防工业的机器设备、水电、原材料都来源于国民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果大家全都在涨价，那么国防工业怎么可能保持价格不变呢？最近2年来，新冠疫情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生产造成沉重的打击。为了维持社会的基本安定，从特朗普到拜登都采取了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办法，那就是开动印钞机给大家发钱。社会上的物资少了，钱却多了，结果一定是物价飞涨。应该说这个坑是特朗普挖的跳进去的却是拜登。最近几个月来，美国的社会物价上涨指数达到了非常危险的趋势，不威胁到国防工业是不可能的。在美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就是朝政府采购伸手的人太多，无论是医疗、社会福利、基本建设、教育、科学，各个领域都有一大批利益集团上下其手。尤其可怕的是，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复杂的立法，已经把很多暗箱操作合法化了。有相当多的操作方式在中国，就算不犯法，也会被当作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而遭到坚决的反对或清除。但是在美国却成了程序正义的一部分。军费开支作为美国政府预算当中最大的一块蛋糕，更逃不掉这样的规则了。这种情况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装备采购的价格是越来越高，实际效能就不见得有那么好。如果说已经定型的武器装备或者是后勤用品还可以通过控制价格以及严格审计来控制成本的话，那么科研实验就成了一种非常难控制的东西，就成了军费的无底洞。特别是大型武器装备的综合实验，内容非常复杂，参与的人员和单位都比较多，给了利益相关方面做文章的机会。能花钱的地方绝不省钱。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是利益相关方，这些议员不一定直接受贿或者是吃回扣，但是经常会通过增加不必要的项目来讨好自己所在选区内的选民，为下一次的选举争取选票，这不是变相的受贿吗？这种种现象纠结在一起，导致美国的国防预算盘子很大，效果就很有限。在反恐战争之前美国军队先后打赢了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胜利的光环掩盖了美国军费开支当中的种种严重问题，也导致了军方形成了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各种审计和削减开支的想法。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联邦当局就在想办法削减越来越高的政府开支，制定了为期10年的军费开支削减计划。军方的高层们的这个计划在口头上表示坚决拥护，实际上却阳奉阴违。直到奥巴马下台，美国的军费也没有减下来。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于军费开支的削减还是有点想法的。他一方面设法给美国军人加工资，另一方面他试图从装备采购当中挤出一些水分来。这个 F-35 战斗机的价格就是被他从上亿美元的价格砍到8000多万美元一架。除了 F-35 之外，美国军方还有大量的装备采购价格是高得离谱，比如说滨海战斗舰、福特级航母等等。高通胀给美国的国防工业采购带来沉重的打击，花的钱越来越多，能买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而军方还要叫嚣着怎么样的在台海和中国打一仗，怎么样去研制高超音速的导弹和拦截系统。美国陆军以及海军联合提出的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计划，预计一共要花280多亿美元，但是多数都花在了实验上，真正能够装备到部队作为武器使用的导弹大概只有52发。如此军费的压力迟早会让美国的财政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不断的增发国债，并且招揽外国购买。美国的国债收入很大一部分要投入军费开支的，其他国家如果购买了美国的国债，不但会变成美国军队的导弹，用来攻打自己，还给美国大大小小的硕鼠们提供了中饱私囊的机会。如果这次通货膨胀能够让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角色，多少收敛一点霸权主义的作风，那对世界和平也算是一点贡献吧。